此刀名为血饮狂刀，乃是聂风家传宝刀，天下间至寒之物，为女娲补天所余之物白露铸成，配合傲寒六绝施展，蕴含有惊天之能，哪怕是武林绝顶，也唯有暂避锋芒。彼时武林势力天下会威震江湖，帮主雄霸武功盖世，欲得天下，请来神像泥菩萨为他卜算。如今只要击败剑圣，他便可雄霸天下。泥菩萨却说，若想与剑圣一战，还需再等10年。随即赠予雄霸2句真言：金鳞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。风云2字各指一人，并将2人的生辰8字告知雄霸，只要收此2人为徒，雄霸上半生便可所向无敌。至于他下半生的预言，则是被泥菩萨封存在机关宝盒中。雄霸依据泥菩萨所言，敕令天下会帮众广发告示，寻找生辰8字符合之人。彼时江湖豪杰步擎天得绝世好剑，发现天下会所寻之人正是其子步惊云，虽竭力掩盖，但还是纸包不住火。最终天下会将步家灭门，一代枭雄步擎天身死，唯有步惊云被天下会带走。与此同时，昔日枭雄聂人王带着儿子聂风前往乐山。雄霸一生志在收集武林10大名器，2年前为得血饮狂刀，找到早已归隐的聂人王，2人相约以竹代刀，雄霸轻松取胜，觉得如此实在无趣，将聂人王妻子带走，以此来刺激他。如今正是2人约战之日，聂人王也见到了思念已久的妻子，哪知妻子已经变心，雄霸也当场对其弃如敝履。聂人王一时怒发冲冠，2人各自飞身出招，刀剑相击，刹那间已过数百招，炸裂的契机卷起千重浪。今日2人只有1人可独活。聂人王却说，若是自己落败，希望雄霸能放过独子聂风。就在双方焦灼之时，一边的妻子不甘受辱，选择自尽。聂人王一时分心，被雄霸打落悬崖。恰逢此时神兽火麒麟现世，将聂人王与血饮狂刀一并拖入洞中，独留其子聂风昏厥过去。雄霸并未痛下杀手，只因聂风正是风云中的另一人。至此，预言中的风云已经集齐，雄霸也开始自己的宏图霸业，当众宣布收秦霜、步惊云、聂风3人为徒，各自授予一门绝顶武学。此时剑圣飞鸽传书，约定10年后再决生死。这下雄霸更加相信泥菩萨能够洞悉天机。一晃10年过去，3人已各自成为了天下会一方堂主，帮助雄霸征战4方。雄霸得风云相助，版图日渐扩展，群雄无人能敌。如今自己的伟业已达巅峰，雄霸迫切想要知道自己的下半生运势如何，可穷尽10年光阴，也未能打开机关宝盒。为今之计便是立即将泥菩萨寻来。雄霸将这个任务交给秦霜与聂风，又命步惊云前往无双城，将无双剑带回。江湖传言，欲寻泥菩萨必先夺火候，而火候则是由少林高僧释武尊保管。无双城想要出手抢夺，此时疾风掠过，聂风从天而降，一脚踏在顶上。秦霜也以天双拳开路，立在聂风身旁。见释武尊依旧是态度坚决，聂风只好强行动手，施展封神腿，立时将释武尊压制。鼎中的火候却突然窜出，被无双城趁机夺走。秦霜却叫住正欲去追的聂风，抢火候是为了找泥菩萨，如今正主在这儿，又何必再费周折？方才火候被抓，一旁小姑娘的心急呼唤令他生疑。见身份暴露，泥菩萨现出真容，既然逃不过，便跟着2人离去。而另一边，步惊云取得无双剑，待无双城人马赶回，只见到满地尸骸，唯有请求剑圣出手主持公道。无双城中，泥菩萨解开宝盒，2句真言随即显现：九霄龙吟惊天变，风云际会潜水游。泥菩萨解释，成也风云，败也风云，意味着雄霸下半生将会被风云所致。雄霸信奉命里一生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他要逆天改命。现今自己的女儿孔慈已是生得亭亭玉立。真所谓人老成精，雄霸一眼看出聂风与步惊云都对孔慈有意，想起关于自己下半生的预言，心生毒计，宣布将孔慈嫁给聂风，以此来离间风云2人。孔慈也是心生欢喜，只不过他的心分为了2半，风云2人各站一边，所以他并未决绝父亲的安排。但步惊云心生不快，待大婚当日，步惊云果然出现，强行将孔慈带走。雄霸等人截住去路，见时机已到，
雄霸趁机拱火，挑动聂风与步惊云动手，两人武学尽出，激起道道残影，气急冲天，惊得天崩地裂。雄霸趁机暗中运气，一发元气弹打出，却正好打中跑来制止的孔慈。万没想到，竟是亲手害了自己的女儿。而听到孔慈临死前承认与步惊云早有关系，聂风眼含热泪，只能看着步惊云将孔慈带走。随后，步惊云强闯侠王府，强行取走千年冰魄，只为能让孔慈容颜永驻。接着占据了一座正在修建的陵墓。此时，雄霸赶来，一是为讨要女儿的遗体，二是要趁此除掉步惊云。步惊云的排云掌遇水才能发挥威力，此地黄沙万里，加之一身武学本就是雄霸传授，随着三分归元气运转，步惊云毫无招架之力，反而被雄霸废掉左臂。为求生路，只能自断左臂，以自身血液施展排云掌击退雄霸，逃得一命，被神医于越及其女儿楚楚救起。于越自苦修麒麟臂攻城后，左臂反而不受控制，排斥他的身体。自从步惊云来到后，于越心有所感，麒麟臂好似等到了真正的主人，反正自己无法控制，不如将左臂送出。步惊云也因祸得福，实力大进。天下会中，聂风终日借酒消愁，雄霸命他前往乐山凌云窟将血菩提带回，传言只要服下一颗便可功力大增。聂风却见到了遗落在此的血影狂刀，想起当年父亲埋骨于此，拔刀就要斩杀火麒麟，哪知遭遇手下下毒，此行便是雄霸为除掉他所设的圈套。此时火麒麟现身追杀手下，为求自保，聂风吃下血菩提，不仅毒素尽消，还顺带功力大增。聂风立时自信满满向火麒麟宣战，却是依然不敌，被瞬间压制。关键时刻，聂风想起父亲所传冰心诀，用以脱困，却被撞破石壁，落入水潭。看着火麒麟在岸上虎视眈眈，聂风立时明白对方怕水，回身一脚将其踢进水潭，随即运起风神腿，配合血影狂刀将火麒麟击溃。天下会中，雄霸即将与剑圣开启终极一战，此战势必决出谁是天下第一。剑圣以毕生心血练就绝学剑23，此招超凡脱俗，可与临死前元神出窍，无边契机化作惊天一剑，直刺雄霸心口。与此同时，聂风返回天下会，自泥菩萨口中得知了一切真相，而步惊云也带着楚楚赶来。楚楚好奇间一指戳出，霎时剑圣肉身化为飞灰，元神也随之崩散。很快，风云二人联袂而来，步惊云施展麒麟臂率先出手，虽未能建功，却也令雄霸气息不稳。聂风抓住机会，运转傲寒六绝，刀气化作实质，惊天动地，雄霸只能暂避锋芒。风云二人追至剑冢禁地，雄霸虽然遭创，实力依旧不可小觑，二人的武学更是他亲自传下，随即运气击碎身后石柱，封存依旧的火麟剑被他握于掌中。比起传授给三人的拳掌腿，他最擅长的其实是剑术。就在风云二人倍感无力之时，步惊云的血液渗入地面，如同宝剑刃主开封一般。随着绝世好剑的现世，剑冢内积聚多年的刀剑之气如众星拱月般汇入，血影狂刀与绝世好剑随即一刀一剑落入风云手中。二人齐心合力，风无相，云无常，施展风云合璧，漫天剑影浮现周身。步惊云一剑斩断火麟剑，聂风再接一刀重创雄霸，掌力与腿影攻势连绵不绝，刀剑相合，气劲直冲九霄。待烟尘散去，雄霸已然陷入疯魔。步惊云正欲一剑斩下，却被聂风截住。到底是有养育之恩，他已落得这般下场，何必再赶尽杀绝？两人一同离开，自此风云相伴，并肩同行。